中国历史上存在这么一本书，它没有被列入任何科举书单，没有被任何正经学者公开推荐过，甚至写它的人最后被满朝文武联手送上了断头台。但这本书却安安静静地活了1300多年。更离谱的是，据说当年他被呈到武则天面前的时候，这位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女皇帝读完之后只说了2个字：可怕。能让武则天说出怕这个字的东西，整部中国历史你扳着手指头数也数不出几样。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本被后人称为千古第一邪书的《罗织经》。欢迎来到壁话太多，我是三太。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顺便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让我们相约壁话，一同出发。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邪书这个标签听起来很吓人，好像翻开第一页就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跳出来。但罗织经的可怕完全不是那种路子。它不讲鬼神，不讲巫术，它从头到尾只讲一样东西，就是人。准确地说，是人性中那些你知道存在却不太愿意正面直视的部分。他讲的是怎么揣摩上意，怎么控制下属，怎么在权力的丛林里把对手一步步逼进死角，怎么给一个清清白白的人罗织出一套天衣无缝的罪名。而且他不是随便写，他是成体系有框架的，像一本教科书一样条理分明。你可能会问，这种东西谁写的？答案是一个叫来俊臣的人。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但如果你对唐朝有一点点了解，你大概听说过酷吏这个词。来俊臣就是大唐酷吏排行榜上当之无愧的天花板。他这个人的人生轨迹非常魔幻，出身烂到不能再烂，早年就是个街头混混，坑蒙拐骗什么都干。但就是这么一个人，硬生生爬到了武则天身边最锋利的那把刀的位置。他替武则天办脏活，替他清除异己，替他用恐惧统治整个朝廷。在他权势最盛的那几年，满朝文武听到他的名字腿都是软的。而罗织经就是他把自己这一辈子整人的经验浓缩提炼系统化之后写成的一部作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顶级猎手写的狩猎笔记，只不过他猎的不是野兽，而是人。这本书一共分成12卷，从观察人心讲到操控权力，从侍奉上级讲到铲除对手，每一卷都冷静得让人害怕。他不带任何情绪，不做任何道德判断，就像一个外科医生在写手术记录一样，精准、冷酷，不带一丝多余的温度。这也是为什么1300年过去了，这本书依然有人在读。不是因为大家都想学坏，而是因为翻开它的人总会在某一页突然停下来，意识到书里描述的那些局面，那些套路，那些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博弈，好像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它像一面镜子，照出的不是某个朝代的黑暗，而是某种跨越时间的属于人这个物种本身的东西。这种感觉才是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武则天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人？来俊臣又是怎么从一个 nobody 变成权力核心的刽子手？他的那些技术到底是天赋异禀，还是被那个时代一步步喂养出来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1300年前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里。要理解《罗织经》这本书为什么会诞生，你不能只盯着来俊臣一个人看，你得先把目光抬高，看看他背后站着的那个人，看看那整盘棋。公元690年，武则天做了一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她一个女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不是垂帘听政，不是临朝称制，是真真正正的称帝、改国号、建新朝，叫五周。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是一个从骨子里相信聘鸡司晨为家之所的世界。翻译成人话就是，母鸡要是打了鸣，这个家就要完蛋。这不是某个人的偏见，这是当时整个精英阶层的共识，写在经典里，刻在脑子里，流在血液里。武则天要挑战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对手，而是一整套运转了几千年的思想系统。你想想看，这个难度系数有多高？所以他坐上那把椅子的第一天起，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几乎所有传统意义上的自己人都不是他的自己人。李唐皇室的宗亲们恨他，因为他篡了他们家的天下；关陇贵族们不服他，因为他打破了沿袭几代的权力分配规则。那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瞧不起他，因为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女人当皇帝这件事本身就是天道崩坏。武则天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坐在权力的最顶端，却几乎是孤身一人。一般人到这个份上，可能就慌了。但武则天不是一般人，她非常冷静地想明白了一件事：既然旧的权力结构不为我所用，那我就建一套新的。她不需要那些人爱她，她只需要那些人怕她。于是她开始系统性地做一件事情：扶植酷吏。什么叫酷吏？就是那种不讲门第、不讲学问、不讲道德底线，只讲一样东西的人，就是对他绝对忠诚。你帮我办事，我给你权利；你帮我除掉眼中钉，我保你荣华富贵。这个交易简单粗暴，但极其有效。武则天很清楚，这些酷吏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们贪婪、残忍、手段肮脏，其中很多人的人品说难听点就是一坨烂泥，但他不在乎，因为在他的棋盘上，这些人不是棋手，是棋子，而且是那种用完可以随时扔掉的棋子。这一点非常关键，你记住它，因为后面我们会看到来俊臣最后的结局完美的印证了这个逻辑。他还做了一件特别有创意的事情，在朝堂上设立了铜轨，就是一种特制的铜箱子，放在宫门外面，任何人都可以往里面投告密信。对，你没听错，是任何人。不管你是朝廷命官还是街边卖饼的老百姓，只要你愿意写一封举报信扔进去，就有人会认真的处理。告密成功了，升官发财；告密失败了，也不追究你的责任。这等于什么呢？等于他向全天下宣布，我开了一家举报有限公司，创业零成本，回报无上限，亏损零风险。你猜结果怎么着？全国上下告密之风瞬间疯狂蔓延。人人都发现，原来搞掉一个人不需要你比他强，不需要你比他有才，你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和一点想象力就够了。而那些靠告密起家的人里面，跑出了一批后来让整个帝国闻风丧胆的名字。这其中爬得最高、手段最狠，也最具有理论天赋的那一个，就是来俊臣。那么一个出身比泥土还低的街头小混混，到底是怎么挤进这场权力游戏的？他又凭什么能从一群同样心狠手辣的竞争者中间杀出来，成为武则天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刀？来俊臣这个人的起点低到什么程度呢？用今天的话说，他的出生简直就是命运发了一手烂牌，而且还不是普通的烂，是烂到冒烟的那种。他的父亲是个赌徒，嗜赌如命，把家底输得精光。他的母亲后来改嫁了，他从小就在一种既没钱也没爱，更没有任何社会资源的环境里长大。没人管他，也没人教他，他就像路边的野草一样，自己找缝隙往上拱。少年时代的来俊臣干的全是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偷鸡摸狗、坑蒙拐骗，
街坊邻居提起他的名字都摇头。他不是那种天赋极高，只是缺少机会的寒门才子，不是的，他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小混混。但你如果仔细看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你会发现这段经历其实给了他2样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是对人性阴暗面的深刻理解。他从小就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见过太多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出卖朋友，见过太多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对人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有一种来自街头的粗糙但极其精准的直觉。第二，是一种彻底的毫无负担的实用主义。他没有受过正统教育，脑子里没有什么忠孝仁义的框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原始也非常直接，就是谁对我有用我就靠近谁，什么手段有效我就用什么手段，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犹豫。这样一个人在正常的时代大概率就是在牢房里度过一生。事实上他确实进过牢房，年纪轻轻就因为犯事被关了进去。但命运有时候真的很荒诞，正是在牢房里，来俊臣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因为他赶上了武则天的告密运动。当时的政策是任何人都可以告密，告密者不仅不会被追究，还可能得到重赏。来俊臣在牢里听说了这件事，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立刻写了一封告密信，举报了一些人谋反。这封信的内容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被送到了上面，而且被采纳了。就这样，一个在牢房里蹲着的小混混，因为一封告密信，不但被放了出来，还被招到了长安，被武则天亲自接见。一个从烂泥地里爬出来的人，突然站在了帝国权力中心的大殿上，面前坐着的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来俊臣在那一刻一定意识到了一件事，这个时代是属于他这种人的时代。规则变了，从前那些挡在他面前的门第、学问、名声全都不重要了，现在只有一样东西重要，就是你敢不敢替皇帝干脏活。他当然敢，他不只是敢，而且他还特别擅长。武则天很快发现这个来俊臣有一种别人不具备的本事。他办案的时候，不管对面坐着的是皇亲国戚还是朝廷重臣，他眼皮都不眨一下。他天生就没有对权贵的畏惧感，因为他压根儿没在那个体系里待过。他对那套等级秩序既不理解也不尊重，这对武则天来说简直是完美的。他需要的就是一条不认识任何主人，只认识他一个主人的狗。来俊臣被提拔的速度快得让人瞠目结舌，从一个无名小卒到侍御史，到左台御史中丞，他像坐火箭一样往上窜。每升一步，他的权力就大一圈，他能动的人就多一层。而他也非常聪明地意识到，要保住自己的位置，就必须让武则天永远觉得还需要他。那怎么做到呢？很简单，让恐惧永远不停。今天办完这个案子，明天就要发现新的阴谋。朝廷里永远有人在谋反，永远有人在暗中串联，永远有新的威胁需要他来处理。只要恐惧的机器不停转，他这个操作机器的人就不可或缺。这就是来俊臣的生存逻辑，也是后来《罗织经》这本书的底层密码。他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他是先活成了那本书，然后才把那些东西落到了纸面上。但在讲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件事，这个来俊臣不是凭空运作的。他之所以能施展那些手段，是因为当时整个武周时代的制度土壤都在为他这种人施肥浇水。来俊臣能成为来俊臣，不是因为他一个人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他脚下的那片土壤实在是太肥沃了。武周时代的告密制度不是简简单单的鼓励举报4个字能概括的，它是一整套经过精心设计的系统，
从上到下，从激励到保护，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它的效率之高，影响之深，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群众运动之一，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前面说过，那个铜轨放在宫门外面，谁都可以往里面投信，但铜轨只是这套系统的入口，真正厉害的是后面那一整套配套措施。首先，告密者受到最高级别的保护，你告密了，不管你告的是谁，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没有任何人可以动你。其次，告密的成本被压到了接近于零，你不需要提供什么铁证，不需要有目击证人，甚至不需要你说的话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脚，你只需要说出来就行了，剩下的事情自有人去落实。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告密的回报被拉到了极高，告密成功的人，轻则赏金赏物，重则直接封官。你昨天还在田里种地，今天写了一封信，明天可能就穿上官服了。你想想，这3个条件叠在一起是什么效果？零成本、零风险、高回报，这不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创业模型吗？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面对这样的激励结构都很难不心动。于是整个帝国的告密热情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涌了出来。最初告密的人可能多少还有点真凭实据，或者至少相信自己举报的事情是真的。但当这套系统运转起来之后，事情就迅速变味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告密这件事的核心根本不在于真相，而在于叙事。你不需要你说的是真的，你只需要你说的故事足够有说服力，足够让上面的人觉得这事儿还真有可能。于是，一种全新的技能在民间迅速蔓延开来，就是编故事的技能。怎么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讲得像真的一样？怎么把一个无辜的人描述成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家？这些东西成了一门隐秘的手艺。怎么样？是不是突然感觉到身边有不少这种臭不要脸的人，个个都是影帝，那个编故事的能力堪称一绝？你说这个毛病算不算是遗传呢？咱们评论区里好好讨论一下。而这门手艺的最高境界，后来就被来俊臣写进了《罗织经》。所谓罗织，拆开来看，罗是张网，织是编造。罗织罪名就是无中生有的编一张网，把人套进去。这个词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告密制度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信任的全面崩塌。当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就不存在了。你不敢跟同事说真话，因为他可能转头就去写信；你不敢跟朋友抱怨朝政，因为你的牢骚可能变成他升官的筹码；你甚至不敢在家里随便说话，因为你的仆人、你的邻居，甚至你的亲戚都可能是潜在的告密者。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玻璃房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被无数双眼睛盯着，但你回头看的时候，又什么都看不到。那种感觉不是恐惧，比恐惧更折磨人，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持续的、低烈度的紧张感，你一刻都放松不下来。这正是武则天想要的效果，她不需要真的抓到多少谋反的人，她需要的是所有人都活在可能被抓的阴影里。当每个人都忙着自保的时候，就没有人有精力去串联、去反对、去挑战他的权威。恐惧是最高效的统治工具，而告密制度就是批量生产恐惧的工厂。在这样的环境里，酷吏们如鱼得水，他们是这座恐惧工厂的车间主任，负责把原材料加工成成品。那这位来俊臣先生呢，就是其中效率最高、产量最大、品控最稳定的那一个杰出人才。他不满足于等别人来告密，他主动去寻找目标，主动去编织罪名，主动去制造案件。在他手里，
办案这件事情的性质彻底变了。它不再是有人犯了罪，所以我去查，而是我需要有人犯罪，所以我去造。先有结论，再找证据；先定罪名，再编故事。整个因果关系被彻底颠倒了。而支撑他这么做的底气，就是这套告密制度给他提供的无限弹药和绝对豁免。他知道，只要武则天还需要恐惧，他就是安全的。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越来越大胆，也让他的手段越来越系统化。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积累的这些经验值得好好整理一下，写成文字传诸后世。于是那本让女皇帝都说好怕的书，就这样在一片恐惧的土壤里悄悄地长了出来。那么这本让武则天都读出冷汗的书，打开以后到底长什么样？很多人听过罗织经的名头，但真正翻过它的人其实不多。大部分人对它的印象停留在整人手册4个字上，觉得它大概就是一堆阴损招数的合集。但当你真的坐下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完它，你会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这本书最让人意外的地方，不是它有多阴暗，而是它有多清醒、多冷静，多像一部经过严密逻辑推演的学术著作。罗织经全书不长，总共12卷，每一卷的篇幅都很短，加起来也就几千字，但这几千字的信息密度高得吓人。他不啰嗦，不举例，不讲故事，几乎每一句话都是结论，就好像来俊臣把自己10几年的实战经验反复蒸馏提纯，最后只留下了最浓缩的那一滴。你读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就像在读一本数学公式集，每一条都简短精确，不容反驳，而且条与条之间有严密的递进关系。这12卷的排列顺序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逻辑链条，它不是随便写的，它有非常清晰的结构设计。大致来看，可以分成这么几个层次。最开始的部分讲的是阅人，就是怎么观察人、看透人，这是整本书的地基。因为你要操控一个人，前提是你得先把他看明白。第二个层次讲的是关系，包括怎么向上管理你的上司，怎么向下控制你的下属，怎么在同僚之间周旋。第三个层次讲的是权力，怎么获取权力，怎么巩固权力，怎么在危机中保住自己的位置。最后一个层次，也是最核心的部分，讲的是攻击，怎么给人罗织罪名，怎么制造冤案，怎么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棋盘上彻底抹掉。你看，从观察到关系，从关系到权力，从权力到攻击，这是一条完整的上升路径。它暗含的逻辑是，你要先看懂人，才能处理好关系，处理好关系才能获得权力，有了权力才有资格去消灭对手。每一步都建立在前一步的基础上，跳过任何一步都不行。这种系统性思维，说实话，放在今天任何一本管理学教材里都不会显得突兀。区别只在于，管理学教材教你怎么合作共赢，而罗织经教你怎么把赢家变成输家。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来俊臣写这本书的时候，通篇没有任何情绪，他不愤怒，不得意，不炫耀，不忏悔。他就像一个实验室里的研究员，在冷冰冰地记录实验数据。人性如此，所以应该这样操作。这就是他全书的基本句式。这种去道德化的写法，本身就是这本书最可怕的地方之一。因为当你把道德判断全部剥离之后，剩下的那些东西看起来就不像是恶行了，它们看起来更像是技术。而技术这种东西是中性的，谁都可以学，谁都可以用。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能穿越1300年，至今仍然有人在读，有人在品，有人在暗暗点头。来俊臣在书里几乎从不用第一人称，
他不说我当年怎么样，他说的是凡事如何如何。他把自己的个人经验抽象成了普遍规律，把具体的案例升华成了抽象的原则。这种写法让这本书获得了一种超越时代的通用性。你把书里的朝廷换成公司，把天子换成老板，把同僚换成同事，你会发现很多句子读起来跟今天的职场生存指南没什么两样，都是一回事儿。当然，罗织经的段位要高得多，也黑暗得多。它不是教你怎么升职加薪，它是教你怎么让别人不明不白的出局。所以你看，这不是一本随手写的小册子，它是一个在权力最黑暗处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人，用尽全部心血写出的一套完整的人性操控体系。它的可怕不在于某一句话有多毒，而在于它从头到尾的逻辑是自洽的。你可以不同意它，你可以厌恶它，但你很难说它是错的，因为它描述的那些人性的弱点、权力的运转方式，确实就是那样运作的。它只是把大家都不愿意说出口的东西，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了出来。接下来，重点来了啊！我们就从这12卷中选取几个最核心的部分，一层一层的剥开来看。第一层也是整本书的起手式，叫做阅人。来俊臣认为，一切操控的前提都是从看穿一个人开始的。来俊臣在《罗织经》开篇就亮出了一个观点，大意是说，天底下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不能通过了解人心来解决的。这句话听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有点像朋友圈里的心灵鸡汤。但你仔细想想，他把了解人心放在全书的第1章，放在所有权术、所有阴谋、所有操控手段的前面。这个排序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在来俊臣眼里，人心才是一切博弈的原点。你不需要比对手更有钱，不需要比对手更有权，你甚至不需要比对手更聪明，你只需要比对手更了解人。那他所说的了解人，具体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要善于察言观色，不是的。来俊臣的阅人术是一套非常具体的方法论，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这个人的弱点在哪里？注意，不是优点，是弱点。在他的世界观里，一个人的优点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优点是铠甲，你攻不进去；弱点才是缝隙，才是你可以下手的地方。所以他观察一个人，从来不看这个人最光鲜的那一面，他专门看那些被藏起来的、被掩饰的、当事人自己都不太愿意面对的那一面。罗织经里有一个思路特别值得玩味，来俊臣认为每个人都有欲望，而欲望就是最大的弱点。但他说的欲望不只是贪财好色那种表面的东西，他把欲望分得很细。有人求的是名，有人求的是利，有人求的是安全感，有人求的是被认可，有人求的是一种我比别人强的优越感。这些东西藏得很深，当事人自己可能都说不清楚，但他们时时刻刻在驱动着一个人的行为。来俊臣的本事就在于，他能从一个人日常的言行举止中，把这些深层的驱动力一条一条的抽出来。你喜欢被人夸，好，这就是你的线头，将来我顺着这根线就能牵着你走。你最怕丢面子，好，这就是你的软肋，将来我一戳就能让你慌神。更厉害的是，他不只看个体，他还看关系。他会观察一个人跟周围人的关系网络，这个人跟谁走得近，跟谁有过节，他信任谁，他防备谁。在来俊臣看来，一个人和他周围关系的结构比这个人本身更重要。因为一个孤立的人是很难被攻击的，你找不到突破口。但一个处在复杂关系网里的人，浑身上下都是突破口。你可以利用他跟张三的矛盾，可以利用他对李四的信任，可以从他最亲近的人那里打开缺口。
来俊臣后来在实际操作中大量使用的刮慢抄手法，其实起点就在这里。先看清楚一个人的关系网，然后顺着网线一根一根的往外牵，牵到最后，一张网上的人全部落进陷阱。书里还有一层意思特别阴冷。来俊臣说，人最容易暴露弱点的时刻，不是在逆境中，而是在顺境中。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往往是紧绷的、警觉的、小心翼翼的，你反而不容易找到破绽。但当他得意的时候，当他觉得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他就会松懈，就会膨胀，就会不自觉地露出那些平时藏得很好的东西。所以来俊臣观察人的策略之一就是等一个人最得意的时候再去看他，那时候你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他。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虽然是1300年前写的，但放到今天，他们的底层逻辑依然成立。人性中那些关于欲望、关于恐惧、关于在得意时失去警惕的规律，从唐朝到现在几乎没有变过。来俊臣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发明了什么新东西，而在于他把所有人都隐约知道却不愿意系统化思考的那些人性规律冷冷地摆到了桌面上，排列整齐，标注清楚，随取随用。他把阅人这件事变成了一门手艺，甚至可以说是一门工程学。先勘测地形，再找到裂缝，然后标记位置，留着以后施工的时候用。这一切的一切都还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坏事，他只是在教你看，教你观察，教你把一个人像拆机器一样拆开，看清楚里面每一个零件的位置和功能。但你心里清楚，这种程度的看清楚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武器了。当你能把一个人看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对他是善是恶只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而来俊臣的选择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看清楚人心之后，他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处理和上面那个人的关系。在他的体系里，这叫侍上。侍在古文里当动词用，意思是侍奉、服务、应对。上指的是上级，也就是你头顶上掌握权力的那个人。合在一起，侍上就是怎么跟上面的人打交道，也就是怎么侍奉你头顶上的那个人。在来俊臣的世界里，看懂人心只是起手式，接下来最要紧的事情是搞定你头顶上那个人。罗织经里关于世上的部分篇幅不算长，但每一句都像是蘸着冰水写的。他没有任何遮掩，直接告诉你，侍奉上级这件事的本质不是忠诚，不是能力，而是让对方需要你。忠诚可以被替代，能力可以被超越，但被需要这件事是最稳固的护身符。只要上面那个人觉得离了你不行，你就是安全的。那怎么才能让上面的人觉得离不开你呢？来俊臣给出的路径冷酷到让人不舒服。他认为，第一步是摸透上级真正想要什么。注意，是真正想要什么，不是他嘴上说的那些。一个领导嘴上说要公平公正，他真正想要的可能是绝对的控制权。一个皇帝嘴上说要广开言路，他真正想要的可能是所有人都听话。来俊臣自己就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武则天嘴上从来不会说我要让所有人都怕我，但来俊臣心里清清楚楚，武则天最需要的就是恐惧，所以他批量制造恐惧，精准地喂到武则天手里，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第二步，来俊臣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侍奉上级的时候，不能让上级觉得你太聪明，你可以有能力，但你不能有威胁感。你要让上面的人觉得你好用，同时觉得你可控，这两样缺一不可。光好用不可控，上级会猜忌你；光可控不好用，上级会抛弃你。
来俊臣在武则天面前始终维持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他在办案的时候展现出极强的执行力，但在武则天面前，他表现得绝对服从，毫无主见，一切都是臣遵旨办理。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纯粹的工具人形象，锋利但没有自主意识，一把刀握在你手里，指哪儿砍哪儿，绝不会自己转过来对着你。第三步是最阴暗的。来俊臣认为，要在上级面前长期立于不败之地，你需要做到一件事，让上级的手上沾上和你一样的东西。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替上级干的那些脏活，不能只是你一个人的事，你要让上级也成为这些事情的参与者、默许者，甚至受益者。这样一来，你们就是同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他不能动你，因为动你就等于暴露他自己。来俊臣办的那些冤案，每一桩最后都需要武则天的批准才能执行。表面上看是来俊臣在作恶，实际上每一份判决书上都有武则天的意志在背后撑着。来俊臣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在有意地强化这种绑定关系。书里还有一层意思更加微妙。来俊臣说，上级赐给你的恩惠，你要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但不能真的以为那是恩惠，因为所有的恩惠都是有价格的。今天给你的，明天随时可以收回去。你对恩惠的正确态度不是感恩，而是警觉。他甚至暗示，当上级对你特别好的时候，你反而要加倍小心，因为那可能意味着他正在给你喂糖，好让你放松警惕，然后在某个你想不到的时刻收网。这种对权力施恩本质的理解，说实话，冷静的可怕。你如果把这些内容平移到今天，会发现它们的适用性依然很强。职场里那些最会向上管理的人，虽然未必读过罗织经，但他们本能地在做着类似的事情。揣摩领导的真实意图，而不是表面指令，展示能力的同时刻意降低自己的威胁感，把自己变成领导离不开的人。当然，大多数人不会做到来俊臣那个程度，因为大多数人还有道德底线在那里拦着。这个也不好说，没那么绝对。今天的人操作起来哪有什么道德底线，那简直是连人味儿都没有。我们试想一下，那条底线如果被拿掉呢？如果你身处的环境像武周时代一样，不搞这些你就活不下去呢？这就是罗织经最让人不安的追问。他逼你去想一个问题，你和来俊臣之间的距离到底是本质的不同，还是只是环境的不同？来俊臣把向上管理的每一个细节都想透了，写透了，但他同样清楚，光搞定上面是不够的。一个人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不只取决于他和上级的关系，还取决于他对下面那群人的控制力。你得让上面离不开你，同时也得让下面不敢背叛你。这两个方向的力量同时抓稳了，你才能真正站得住。所以他的下一刻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另一个方向，怎么管住手底下的人。如果说世上是来俊臣的生存术，那么治下就是他的统治术。在罗织经里，关于如何管控下属的内容，透着一股特别让人不舒服的冷静。来俊臣显然在这方面花了大量的心思，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需要大量下属来帮他干活的人。他手底下养着一整支办案团队，那些人帮他搜集情报、罗织证据、执行审讯，没有这些人，他一个人什么都干不了。所以怎么让这群人老老实实的替他卖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来俊臣给出的核心思路，说穿了就一句话：让你的下属永远处于不安全感之中，但又永远能看到一丝希望。这句话值得拆开来细看。先说前半句的不安全感。来俊臣认为，
一个下属一旦觉得自己的位置是稳固的，他就开始松懈，开始有自己的小算盘，开始觉得你不能拿他怎么样，这是最危险的状态。所以你必须让每一个下属都时刻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替换。怎么做到呢？来俊臣的方法是永远不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一个人，他会同时用好几个人去做类似的事情，让他们之间形成竞争。你以为你是他最信任的人，你看旁边那个，看到没？他也在跟老板单独汇报着呢。这种若有若无的竞争氛围，比任何明确的威胁都更有效。因为明确的威胁你可以应对，但那种说不清楚到底安不安全的模糊感，会持续不断地消耗一个人的心理能量。再说后半句，一丝希望。来俊臣很清楚，如果只有恐惧没有希望，人就会绝望，而绝望的人是最不可控的，因为他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一个觉得自己怎么做都活不下去的人，要么彻底摆烂，要么拼死反扑，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来俊臣想看到的。所以他会时不时的给下属一点甜头，一点认可，一点暗示。你干得不错，将来会有好处的。注意哦，这个将来是关键词，他从来不会把好处一次性给足，他总是让你觉得最好的东西还在前面，还需要你继续努力才能够到。这就像骑驴的人在驴前面挂一根胡萝卜，驴永远觉得再走一步就能吃到，但永远就差那么一点。这套组合拳的效果，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其实就是一种精密的情感操控。它利用的是人性中两个最基本的驱动力，对失去的恐惧和对得到的渴望。来俊臣把这两种力量同时施加在一个人身上，让他既不敢离开，也不甘心放弃。你走啊，走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你留呢？留下来，那就还有机会。于是这个人就被牢牢地钉在了原地，动弹不得。书里还有一层更深的算计。来俊臣认为，管理下属最高级的境界，不是你自己去盯着每一个人，而是让下属之间互相盯着。这怎么做到呢？那就是制造信息不对称。你跟张三说一番话，跟李四说另一番话，让他们各自觉得自己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同时又让他们各自怀疑对方可能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这种信息上的模糊和不对称，会让下属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猜疑。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揣测彼此的关系，揣测谁更得宠，揣测谁可能在背后打自己的小报告。而当他们忙着互相猜忌的时候，就没有精力联合起来对抗你了。这是来俊臣的如意算盘，把分而治之做到了人心的层面。你回头看整个武周时代的政治生态，其实武则天对他的大臣们用的也是这一套，让大臣们互相盯着，互相告密，互相提防。来俊臣不过是从他的主子那里学到了这门手艺，然后用到了自己的小团队里，师出同门，一脉相承。这套方法并不只存在于宫廷和朝堂，你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从古到今，但凡有人的地方，但凡有上下级关系的地方，这种操控手段就会以各种变体出现。有些团队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感，那种成员之间彼此防备的氛围，那种领导好像对每个人都好，但每个人都觉得不踏实的状态，追根溯源，你都能在《罗织经》的这一章里找到影子。来俊臣可能是第一个把这些东西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人，但他绝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把上级哄好了，把下属管牢了，这两端都稳住以后，来俊臣要面对的就是真正的核心命题了，那就是权力本身。怎么拿到更多的权力？拿到以后，怎么护住它不被人夺走？这才是罗织经这盘棋真正进入终局的地方。
在来俊臣的认知体系里，权力不是一个头衔，不是一个官职，甚至不是皇帝给你的那道任命状。权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控制力，是你能让事情按照你的意愿发生的能力。你可以有很高的官职，但没有权力；也可以没什么正式名分，但权力大得吓人。来俊臣对这一点看得极其通透，因为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的官职在朝廷里并不算最高，但在他权势鼎盛的那几年，满朝宰相见了他都要绕着走。他的权力不是来自品级，而是来自一种更底层的东西。所有人都知道他能决定你的生死。罗织经里关于权力的论述可以归纳为3个动作：拿到、护主、扩大。这3个动作看似简单，但来俊臣对每一个环节的拆解都细致到让人心里发毛。先说拿到，来俊臣认为权力这种东西从来不会主动落到你手上，你必须去争，但争的方式有讲究。最笨的争法是明抢，直接跟人硬碰硬，告诉全世界这个位置我要了。这种人通常死得最快，因为你还没拿到权力，就已经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你的敌人。来俊臣推崇的方式是另一种，你不去抢权力本身，你去抢权力的来源。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上面那个人手里授予的。所以你真正要争的不是权力，而是上面那个人的信任和依赖。当上面的人把越来越多的事情交给你办，把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交给你去执行，权力就自然而然地流到了你这里，你什么都不用抢，别人会自动给你让路。来俊臣自己的崛起就是这个路子，他从来没跟任何人正面争过权，他只是不断地替武则天办案，办案再办案，办到武则天离不开他，权力就到手了。再说护主，拿到权力之后，来俊臣认为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你身边。他在书里表达了一个非常冰冷的观点：你周围的人不管嘴上怎么说，心里都在盯着你的位置。同僚觊觎你的权利，下属等着取代你，甚至你的盟友也在暗中评估什么时候跟你切割对自己更有利。在来俊臣的世界里，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计算。所以护住权力的第一要务不是修建高墙，而是保持信息优势。你必须比任何人都更早知道谁在动什么心思，谁在背后说什么话，谁和谁最近走得太近了。来俊臣在实际操作中建立了一套庞大的情报网络，耳目遍布朝堂内外，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第一时间知道。这张网就是他防御体系的核心。最后说扩大，来俊臣对权力有一个很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权力如果停止扩张，就等于开始萎缩。这跟做生意有点像，你不进就退，没有原地踏步这个选项。因为你停下来的时候，别人没有停，别人在结盟，在积累，在渗透。你不动的每一天，相对力量就在下降。所以来俊臣始终保持着一种进攻的姿态。他不会办完一个案子就歇下来等着领赏，他会立刻寻找下一个目标，下一个可以拿来巩固自己不可替代性的阴谋。他像一条鲨鱼，必须不停地游动，一旦停下来就会窒息。罗织经里有一个比喻特别精准，来俊臣把权力的运转比作水势，水如果有落差就会往下流，如果没有落差，那就变成了一滩不会流动的死水。权力也是一样，你必须始终让自己站在高处，让别人处在低处，这样权力才会自然地朝你这里流动。一旦这个落差消失，一旦你和别人站到了同一个平面上，权力就会四散流走，再也收不回来了。所以来俊臣做的一切事情本质上都是在制造落差，
在维持势能。他让别人害怕，是在制造心理上的落差；他垄断信息，是在制造认知上的落差；他不断打击潜在的竞争者，是在制造实力上的落差。一层一层的落差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他权力的地形图。但你也看到了，这种完全建立在落差之上的权力结构，天然就是脆弱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正向的根基，没有人心的支撑，没有道义的加持。它全靠一个人不断的消耗能量去维持那个势能差。一旦这个人失去了维持的能力，或者失去了上面那个人的庇护，整个结构就会在一瞬间崩塌。来俊臣后来的下场就是对这一点最残酷的验证。但在崩塌到来之前，他还有一门最核心的本事要展示给我们看，那就是他真正赖以成名的绝活：怎么把一个干干净净的人罗织成一个罪该万死的人。这是《罗织经》整本书里最黑暗的一章，也是来俊臣真正的看家本领所在。如果说前面那些关于阅人、世上、治下、控权的内容还可以被包装成某种灰色地带的智慧，那么到了这一章，所有的伪装都被扒掉了。这里讲的就是怎么害人，怎么把一个无辜的人推进深渊，而且让他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来俊臣把这门手艺的核心概括得异常简洁，大意是说，要给一个人定罪，最重要的不是证据，而是逻辑。这句话乍一听好像说反了，我们平时总觉得办案靠的是证据，有证据才能定罪，但来俊臣反过来告诉你，证据是最不重要的东西。因为证据可以制造，可以伪造，可以通过刑讯逼供得到，真正决定成败的是你编织的那套叙事逻辑是不是严密，是不是让听的人觉得这说得通。只要你的故事讲得好，讲得圆，讲得让上面的人愿意相信，那么证据自然就会出现。因为当结论已经定了的时候，证据只不过是来补齐手续的道具而已。这种先有结论再找证据的操作模式，在来俊臣手里被发挥到了极致。他办案的标准流程通常是这样的：第一步，选定目标，这个目标可不是随便选的，通常是武则天想除掉但不方便自己开口的人，或者是来俊臣自己的政治对手，或者是某个倒霉蛋刚好挡了别人的路。第二步，构建叙事，来俊臣会围绕这个人编织出一套完整的谋反故事，谁是主谋，谁是同伙，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密谋，计划是什么，进展到哪一步了。这套故事的细节非常丰富，丰富到让人很难相信它是编的。第三步，搜集证据，这一步在来俊臣这里基本等于制造证据。他会派人去找目标的仆人、亲友，用威逼利诱的方式让他们作证，说白了就是你不配合，你也进来。大多数人在这种压力下都会屈服，都会按照来俊臣提供的剧本来演。第四步，审讯。来俊臣的审讯不是为了查明真相，而是为了让目标亲口承认那个编好的故事。他有一整套让人开口的办法，后面我们会专门讲到。第五步，那就是呈报，把整理好的案卷、口供、证词一并呈交上去，请旨定罪。到了这一步，整件事情从外面看就是一个完整的、证据确凿的谋反案件，谁都挑不出毛病。罗织经里有一个思路，堪称这门技术的精髓。来俊臣认为，罗织罪名最高明的手法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中生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完全凭空编造，你要从目标真实的生活中找到一些素材，然后把这些素材重新组合，重新解释。比如一个大臣某天请几个朋友吃了顿饭，这是事实吧？但来俊臣会把这顿饭解释成秘密集会。一个官员给远方的亲戚写了封信，这是事实，
但来俊臣会把这封信解释成联络同党。一个人最近买了一匹好马，这是事实，但来俊臣会暗示他是在准备逃跑或者积蓄实力。每一个单独的事实都是真的，但当它们被串联在一起，被放进一个预设的叙事框架里，就变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是来俊臣最厉害的地方，他不需要说谎，他只需要把真话重新排列组合。在书中，来俊臣还强调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打击一个人的时候，速度要快，不能给对方反应的时间。从锁定目标到收网抓人，中间的时间越短越好，因为时间拖得越长，变数就越多。目标可能会收到风声，可能会销毁证据，可能会跑去找更有权势的人求救，甚至可能先发制人来告你一状。来俊臣最拿手的就是闪电战，上午还在搜集材料，下午人就已经被押进了大牢，对面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呢，口供已经拿到了。这种速度本身就是武器，它让目标在心理上完全来不及组织防御。你读完这部分内容，心里可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憋闷感，因为你意识到，在这样一套精密的操控系统面前，一个普通人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的。你的清白，你的名声，你多年积累的信誉，在来俊臣的手法面前，脆弱的像纸糊的一样。他不需要你真的做了什么，他只需要让别人相信你做了什么。而他恰恰就有那个本事，把相信这件事情变成一种流水线上的产品。但来俊臣显然也意识到了一件事，把对手打倒不是终点，自己不被打倒那才行。赢一场容易，一直赢才难。所以在写完怎么制敌之后，他的思考很自然地转向了另一个问题：赢了之后，怎么才能不翻车呢？来俊臣在《罗织经》里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讨论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问题：你赢了，然后呢？在他看来，大多数人在权力游戏中翻车，不是因为他们不会进攻，而是因为他们不会善后。打赢了一仗就觉得天下太平了，放松了，膨胀了，开始享受胜利的果实了。然后某一天突然发现，新的威胁已经悄悄长出来，而自己已经来不及反应了。来俊臣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他身边那些跟他一起靠告密起家的酷吏，很多人比他更早发迹，但也比他更早出局。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赢了之后就飘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忘了自己是靠什么上来的。罗织经里关于顾荣的论述，核心思想可以浓缩成一个字，那就是守。但来俊臣说的守，不是消极防御，不是躲起来不出头。他说的这个守呢，是一种主动的、有进攻性的防守。怎么理解呢？他认为，你打倒一个对手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庆祝，而是立刻环顾四周，看看谁可能成为下一个对手。因为你打倒了一个人，就等于改变了整个棋盘的格局。原来被这个人压着的人，现在冒出来了；原来跟这个人结盟的人，现在需要寻找新的靠山了；原来跟你站在一起对付共同敌人的人，现在敌人没了，你们之间的合作基础也消失了。每一次胜利都会重新洗牌，而每一次洗牌都意味着新的危险。来俊臣还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玩味的观点，他说，一个人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在他最弱的时候，而是在他刚刚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此话怎讲？因为胜利会让你变成焦点，你低调的时候，反而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但你刚刚扳倒了一个重量级的对手，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到你身上。那些嫉妒你的人开始磨刀了，那些害怕你的人开始结盟了，那些一直在观望的人开始重新评估你的威胁等级了。来俊臣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大意是说，功劳太大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祸患。
因为在上面那个人眼里，一个功劳太大的下属和一个威胁太大的对手之间，距离可能只有一步之遥。这种洞察放在历史里去看，简直就是反复上演的标准剧本。韩信打下半壁江山，最后被吕后设计杀掉；年羹尧平定西北，最后被雍正赐死。多少功臣名将倒在了功高震主这4个字上面。来俊臣虽然不是什么名将，但他对这条规律的理解异常清醒，所以他在每次立大功之后都会做2件事。第一，主动在武则天面前示弱，强调自己只是一条听话的狗，所有功劳都是陛下的英明。第二，立刻抛出下一个目标，告诉武则天还有新的阴谋需要处理，还有新的危险需要防范，这是保持自己被需要状态的方法。他一手压低自己的威胁值，一手抬高自己的使用价值，两边同时操作，维持那个微妙的平衡点。书里还有一层意思更深，来俊臣认为，顾荣的终极手段不是让自己更强，而是让周围的人更弱。你不需要变得刀枪不入，你只需要确保周围没有人有能力对你拔刀。所以他在打倒一个主要对手之后，还会顺手清理掉一批跟这个对手有关联的人，哪怕这些人本身并不构成什么威胁。这就是预防性的打击，把一切可能在未来成为麻烦的种子，在他们还没有发芽的时候就连根拔掉。这种做法残忍，但从纯粹的权力逻辑来看，确实有效。来俊臣之所以能在酷吏堆里存活那么久，跟他这种赢了之后绝不松手的习惯有直接关系。但你读完这些会发现一个深层的悖论，来俊臣描述的顾荣之术本质上是一场永远没有终点的战争。你赢了一个对手，就要开始防备下一个。你清除了一圈潜在的威胁，新的威胁又从别的地方长出来，你永远不能停下来，永远不能安心，永远活在下一个危险可能随时到来的焦虑中。来俊臣自己可能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得罪的人太多了，手上沾的东西也太多了，他不可能安安静静的退休回老家种田。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往前走，继续进攻，继续消灭一切可能威胁到他的人。而他消灭威胁最高效的武器，就是那套让整个武周时代闻风丧胆的连坐术。一个人犯了事，牵出10个人；10个人犯了事，牵出100个人。这套方法有一个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叫瓜蔓超。瓜蔓超这3个字，你光看字面就能感受到一股阴冷的气息。这个瓜蔓就是瓜藤上的藤蔓，你摘一个瓜，顺着藤蔓一路摸过去，能摸到第2个、第3个、第4个，直到整根藤上的瓜全部被摘光。来俊臣发明的这套办案方法，那逻辑跟摘瓜是一模一样。他抓住一个人，然后顺着这个人的关系网往外扩展，牵出他的朋友、他的同僚、他的亲戚、他的门生，甚至他10年前吃过一顿饭的人。每一个被牵出来的人又成为新的起点，顺着他们各自的关系网继续往外蔓延，就这样一圈一圈的扩散，像水波纹一样。一个案子最后可以牵扯出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这套方法的恐怖之处在于，它在逻辑上几乎是无法反驳的。来俊臣的推理链条是这样的：你跟张三是朋友，对吧？张三谋反了，那你有没有可能知情呢？你说你不知情，行，但你们关系那么好，他不可能一点风声都不透给你吧？好，就算你真的不知情，你作为他的至交好友，你有没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过他呢？你给他借过钱没有？你替他说过好话没有？你在他困难的时候就从来没帮助过他吗？这些行为在平时看都是正常的人际往来，
但在来俊臣的叙事框架里，他们全部可以被重新解释为协助谋反。你以为你只是在做一个好朋友该做的事情，但在他的逻辑里，你呀已经是同伙了。更可怕的是第二层蔓延，你被牵扯进来之后，来俊臣会用同样的方法去审视你的关系网，你的朋友是谁，你的上司是谁，你跟谁通过信，你参加过谁家的宴会，每一个名字都可能成为下一根藤蔓的起点。这就造成了一种雪崩效应，一旦第一块石头落下来，后面的崩塌就停不住了。一个案子从一个人开始，滚到最后可以变成一场牵涉半个朝廷的大案。历史上记载的来俊臣经手的几个大案，动辄株连数百家，就是这套瓜蔓超方法论的直接产物。来俊臣在设计这套方法的时候，显然考虑到了一个关键的心理机制，在恐惧的压力下，人会主动出卖别人来自保。当一个人被抓进来，面对严酷的审讯，他心里最大的念头是什么？不是坚守正义，不是保护朋友，而是我怎么才能活下去？来俊臣精准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会告诉被审讯的人，你现在有2条路，第一条路，你什么都不说，但你要知道，那你的罪名已经够了，下场呢不会好。第二条路，你呢好好的配合我，把你知道的人都说出来，我可以帮你说几句好话，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选第二条路，不是因为他们想害别人，而是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于是一个极其讽刺的局面就形成了，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的帮凶，每一个被冤枉的人在审讯室里为了自保而供出的那些名字，都会成为下一轮冤案的燃料。来俊臣甚至不需要自己去费心编造新的目标，受害者们会替他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素材。这就是这套系统最邪恶的地方，它不仅仅依靠来俊臣一个人的力量来运转，他把每一个被卷进来的人都变成了这台机器的一个零件。你被碾压的同时，也在帮助碾压别人。整个系统靠着人性中最原始的求生本能来自我驱动，根本不需要外部力量来维持。来俊臣还有一招更绝的，他在办案的过程中专门编写了一本审讯手册，据说叫《告密罗织经》，也有人认为就是罗织经本身的一部分。这个手册里详细记载了各种审讯技巧，怎么提问，怎么施压，怎么在对方的回答中找到漏洞，然后把洞越撕越大。他甚至把这本手册发给了手下的办案人员，让他们按照标准化流程来操作。是的，你没听错，标准化流程。来俊臣把冤案的制造变成了一条流水线，有手册，有模板，有标准作业程序，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可能都是独一份的。瓜蔓超这套东西表面上看是一种办案方法，但它的本质是一种恐怖统治的技术。它的目标不只是消灭某几个具体的人，而是在整个社会中制造一种弥漫性的恐惧。当每个人都知道你跟任何一个有问题的人有过任何交集，都可能把你自己也拖下水的时候，人们会怎么做？他们会主动切断一切不必要的社交关系，他们会远离一切可能有风险的人，他们会变得孤立、冷漠，只顾自己。而一群孤立的人是最容易被统治的人。来俊臣用瓜蔓超不仅仅碾碎了一批批具体的受害者，他还碾碎了整个社会的信任结构，这才是这套方法真正深远的伤害。但任何一台机器运转得再高效，也有过热的时候。来俊臣的这台恐惧机器在全速运转了好几年之后，终于开始出现了裂痕。而那些被他碾碎过的人，被他伤害过的家族，被他逼到墙角的势力，正在暗中汇聚成一股他再也压不住的力量。那把一直握在他手里的刀，终于要调转方向了。
来俊臣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坐到审讯桌的另一边，但历史这个东西最不缺的就是讽刺。一个靠罗织罪名起家的人，最后自己也被罗织了罪名；一个把无数人送上断头台的人，最后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剧本工整的就像有人提前写好了一样。来俊臣的衰落不是某一个突发事件造成的，而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他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朝堂上上下下，从皇亲国戚到普通官员，几乎找不到一个没被他伤害过或者没被他威胁过的人。那些被他整过的家族，有些灭了门，有些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心里那笔账记得清清楚楚。那些没被他整过的人，也活在随时可能被他盯上的恐惧之中。恐惧会让人服从，但恐惧积攒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仇恨。而仇恨是一种比恐惧更持久、更有爆发力的东西。转折点发生在来俊臣做了一件他不该做的事情，他把手伸得太长了，开始打武家人和李家人的主意。武家人是武则天的娘家亲戚，李家人是大唐原来的皇族。这两拨人在朝堂上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甚至互相之间也有矛盾。但来俊臣用自己的方式把他们团结到了一起。怎么团结的呢？就是他同时威胁到了这两拨人的生存。当你的敌人同时也是另一群人的敌人时，这两群人就会自动结盟。来俊臣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一件很多政治家花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让两股互相看不顺眼的力量放下分歧，联手对付他一个人。弹劾来俊臣的奏折开始像雪花一样飞向武则天的案头，一封两封他可以不理会，10封20封他开始有点犹豫了。当几乎整个朝廷都在说同一个人的坏话时，武则天不得不重新评估这个人的价值了。她开始算一笔账，留着来俊臣得罪的是满朝文武，除掉来俊臣平息的是所有人的怒火。这笔账对一个精于计算的政治家来说并不难算。而且到了这个阶段，武则天自己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她的皇位已经坐稳了，那些最有威胁的反对力量已经被清除得差不多了。他不再像刚登基时那样迫切地需要恐惧来维持统治。恐惧这个工具在前期是有用的，但用久了会产生副作用。朝廷运转不下去了，官员们人人自危，不敢做事，国家机器开始出故障了。武则天需要从恐惧模式切换到稳定模式，而切换的第一步就是丢掉那个象征恐惧的人。来俊臣从曾经不可或缺的刀，变成了必须被丢弃的旧刀。公元697年，来俊臣被捕，罪名是谋反。你没看错，谋反。这个一辈子给别人编织谋反罪名的人，最后自己也被扣上了谋反的帽子。他被审讯，被定罪，被判处死刑。据史料记载，行刑那天，长安城的百姓几乎是欢天喜地的。那些年积压的恐惧和愤怒，在那一刻全部释放了出来。人们涌上街头，甚至有人抢着去踢他的尸体。一个曾经让整个帝国发抖的名字，在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垃圾。来俊臣的下场，其实在罗织经的逻辑里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他自己在书里写过，权力如果停止扩张，就等于萎缩。他也写过，侍奉上级最重要的是让上级觉得需要你。但他没有写到的是，当上级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也许不是他没想到，而是他想到了却没有答案。因为在他构建的那套体系里，被需要是唯一的护身符，一旦这个护身符失效，他就什么都不是了。他没有朋友可以求助，没有盟友可以依靠，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在他落难的时候伸出手来。
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来困住别人，最后发现自己才是那个被网困住的人。最讽刺的是武则天的态度，在来俊臣被处死之后，武则天表现得好像这一切跟他无关一样。他很快就对外表示，自己之前并不完全了解来俊臣做的那些事情，那些冤案都是来俊臣一个人搞的，他也是受害者。这番表态非常高明，也非常冰冷。他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回到了来俊臣身上，自己则干干净净地走开了。来俊臣活着的时候是他手里的刀，死了以后变成了他的替罪羊。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工具。来俊臣死了，但他写的那本书却没有跟着他一起消失。罗织经像一颗种子，在他倒下的那片土地里悄悄埋了下去，然后在接下来的1300年里反复发芽，反复被人翻出来，反复让不同时代的读者在灯下读出一身冷汗。来俊臣的尸骨早已化成了尘土，但《罗织经》这本书却像一个幽灵一样，在此后的每一个朝代里若隐若现。你很难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因为这不是一本会被官方收录进国家图书馆的书，没有哪个朝廷会公开承认自己在学习一本整人手册。但它就是活了下来，在暗处，在角落里，在某些人的书架深处，在某些不会被拿到台面上来讨论的场合里，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最早对《罗织经》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恰恰是那些坐在权力最顶端的人。据说宋朝的时候，就有人在笔记里提到过这本书的片段。到了明清两代，这本书更是成了某些官场中人私下传抄的内部资料。你想想明朝那个政治环境，东厂、西厂、锦衣卫，那些特务机构干的事情，跟来俊臣当年干的简直如出一辙。罗织罪名、构陷忠良、刑讯逼供、株连九族，每一样都能在《罗织经》里找到理论依据。你很难说那些特务头子到底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但他们做事的路数，活脱脱就是来俊臣的翻版。也许他们真的读过，也许他们没读过，但自己摸索出了同样的套路。这恰恰说明了《罗织经》最让人不安的一点，他描述的那些东西不是来俊臣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权力运作本身就内涵的逻辑。来俊臣只是第一个把它系统地写出来的人。到了近现代，《罗织经》的读者群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了。一些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者开始认真对待这本书，把它当作理解古代权力运作机制的一手资料。他们发现，来俊臣在书里描述的很多原则，跟西方政治学里的某些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来俊臣关于让下属互相猜忌的那套方法，跟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讲的分而治之几乎是同一个思路。来俊臣关于权力必须不断扩张，否则就会萎缩的观点，跟现代博弈论里关于零和游戏的描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马基雅维利是在书斋里写的理论，来俊臣是在刑房里用人命验证过的实操，两者之间的分量不可同日而语。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当代的命运。如果你在网上搜索《罗织经》，你会发现一个很魔幻的现象，它被各种各样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在解读。有人把它当成职场生存指南来读，从中提炼出怎么跟领导相处，怎么防小人之类的实用建议。有人把它当成管理学教材来研究，分析来俊臣的组织控制手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还有人把它当成人性百科全书来品味，觉得来俊臣对人心的洞察虽然冰冷，但不得不承认深刻。更有一些自媒体博主把《罗织经》包装成读懂人性的必读经典，配上几句耸人听闻的标题，在各个平台上收获了大把的流量。
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思考。一本1300年前由一个臭名昭著的酷吏写的整人手册，为什么在今天还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答案可能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简单。因为来俊臣描述的那些场景，那些博弈，那些人心的暗角，并没有随着唐朝的灭亡而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衣服，换了一套语言，继续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商场上的尔虞我诈，社交圈里的背后捅刀，甚至网络上的舆论围剿，如果你仔细看，都能在《罗织经》里找到对应的模型。这本书之所以不死，不是因为有人刻意保存它，而是因为它所描述的那些东西一直都在。只要人性不变，它就永远有读者。有些人读完这本书之后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崇拜感，觉得来俊臣虽然坏，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人性大师，是个被道德偏见埋没的天才。这种看法是危险的。来俊臣不是什么天才，他是一个在畸形的制度土壤里长出来的畸形产物。他对人性的洞察不是来自智慧，而是来自践踏。他了解恐惧，因为他是制造恐惧的人。他了解背叛，因为他是逼人背叛的人。他了解人在绝境中会做出什么选择，因为他就是那个把人推进绝境的人。这种了解，与其说是深刻，不如说是残忍。不过，无论你怎么评价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这也是任何一个认真读过《罗织经》的人合上书之后都会被迫面对的终极问题。《罗织经》到底是一本邪书，还是一面镜子？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一道选择题，但其实它不是，因为答案可能是它两者都是。说它是邪书，当然没有问题。这本书诞生的目的就是害人，它的作者是一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酷吏。他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学术研究，不是为了警醒后人，而是为了把自己那套害人的手艺总结成教程。书里没有一句话是在教人怎么做一个好人，从头到尾他都在教你怎么利用别人的弱点，怎么操控别人的情绪，怎么在权力游戏中把对手踩在脚底下。如果有人完全按照这本书的指导去做事，他一定会成为一个让所有人避之不及的危险人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叫他邪书一点都不冤枉。但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把它归类为邪书，然后束之高阁，再也不去碰它，你可能就错过了它真正有价值的部分。《罗织经》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于它教了什么，而在于它揭示了什么。它揭示的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的运作逻辑。人性的弱点是真实的，权力的腐蚀性是真实的，恐惧可以被系统性的制造和利用，这也是真实的。一个无辜的人可以在精心设计的罗织之下变得百口莫辩，这更是真实的。来俊臣没有发明这些东西，他只是把它们写了出来。你可以讨厌写字的人，但你不能假装那些字描述的现实不存在。这就是镜子的部分。当你读《罗织经》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只是来俊臣这一个人的恶，你看到的是一整套系统性的恶，是如何被构建，如何运转，如何自我维持的。你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怎样一步步滑向恐怖的深渊的。先是制度的扭曲，告密被鼓励，检举被奖赏，恐惧被合法化。然后是人心的异化，信任瓦解，人人自危，为了自保可以出卖任何人。最后是整个社会的沦陷，善良变成了软弱的代名词，正直变成了危险的标签，沉默变成了唯一的生存策略。这个过程可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步步、一层层累积出来的。每一步看起来都不算太过分，但所有步骤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透不过气来的世界。
这才是罗织经给我们的真正警示。他告诉我们，恶不是凭空出现的，恶是被制度催生的，被环境喂养的，被沉默纵容的。来俊臣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妖怪，他是那个时代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一棵毒树。你要防止来俊臣的出现，光靠道德说教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去关注土壤，关注制度，关注那些看起来不起眼但正在悄悄改变规则的细小变化。当告密开始被奖励的时候，当说真话开始变得危险的时候，当站队比做事更重要的时候，你就应该警觉了。因为这些信号1300年前出现过一次，而来俊臣就是在那些信号之后登场的。读罗织经还有一层更私人的价值，那就是它迫使你去审视自己。你敢不敢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活在五洲时代，你会是什么角色？你会是来俊臣吗？列位可以在留言区写出你的志向。我觉得吧，大概不会。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人没有那种程度的冷酷。但是，你会是那个沉默不语的旁观者吗？你会是那个在压力下交出朋友名字的普通人吗？你会是那个明知道是冤案却选择不出声的同僚吗？也请各位朋友在留言区说说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他们值得你在某个安静的夜晚认真地想一想。因为正义从来不是自动运行的程序，它需要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具体的时刻做出选择。而罗织经用1300年前的血泪告诉你，当大多数人都选择沉默的时候，来俊臣们就会出现。所以这本书你可以叫它邪书，也可以叫它镜子。它是一本写给施害者的操作手册，同时也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的预警手册。关键不在于你读不读它，而在于你读完之后选择站在哪一边。来俊臣已经用他的结局证明了一件事：那条路的尽头是悬崖。而他用一辈子写成的那本书，最大的价值也许恰恰不是它的内容本身，而是他让后来者知道那条路通向哪里。那些被来俊臣写进书里的权术和阴谋，那些被他碾碎的人生和信任，那些在恐惧中摇摆挣扎的灵魂，其实从未真正远去过。他们只是安静地躺在历史的河床上，等着某一天被翻起来，提醒我们一些容易忘记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不是城墙，不是权力，也不是写在书里的那些算计，是人与人之间愿意交付出去的那一点点善意和信任。它脆弱，它容易碎，但正因为脆弱，才更值得你用心守护。今晚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远。不管你在哪座城市，不管此刻是深夜还是黎明，都希望你枕边无忧，好梦安稳。我是三太，壁话太多，我们下次见，晚安。